看到江宋两位爷爷尽全力陪伴福宝，才明白他们有多舍不得大孙女离开。得知老宋来的那一刻，福宝的反应令人泪目，熟悉的气味依旧令小家伙惊喜万分。哪怕对方没发出一点声音，他也会赶紧把身子转过来，还用小脑瓜不停地蹭着栏杆，并试探性地伸出手想要摸一下爷爷，像是在说你怎么才来看我呀？平时爱唠叨的宋爷爷这次却格外安静，只是默默注视着孩子。可他没一会就忍不住抽泣。曾经爷孙俩相处的美好回忆恍惚就在眼前，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此时的心情。宋爷爷真的很在乎福宝，即便忙到天黑才下班，也要跑向大孙女的内舍，兜里还揣着给宝贝的胡萝卜。他从未忘记自己捧在手心里3年多的孩子。如今福宝已经正式步入隔离检疫期，江爷爷也更新了大孙女的最新视频，可以看出宝贝的状况非常不错，丝毫没有原先姨姨们担心的不适应现象。小家伙还展示了新学会的无限翻滚技能，即便内设空间不大，也要贴着墙打滚。可以看出一向精力旺盛的福宝真的憋坏了，不敢想象隔离期结束后他撒欢的场面得是啥样子。福猪猪依旧是那个调皮活泼的捣蛋鬼，足以可见陪伴他度过检疫期的江爷爷有多上心。他生怕心思敏感的大孙女会不适应，总是在一大早就来看望孩子。福宝听到爷爷的声音后，赶忙凑过来贴贴，还发出了激动开心的咩咩叫。老姜本想打扫内舍里满地的青团，结果这个磨人的小家伙却追随爷爷去各个地方。小福同学主打的就是一个寸步不离。福宝也许是看到了爷爷穿着自己没见过的衣服，又或许是想要出门玩耍，一向脾气大的小公主免不了生胖气，尽管爷爷怎么哄也不管用，还傲娇的哼了一声。最后气得自己独自一熊躺木床下睡觉，没想到小家伙醒来后就恢复活力，食欲大好的他大口吃着竹子。一旁的江爷爷生怕孙女会不适应，还特意叮嘱孩子自己明天一大早就赶过来。两位爷爷都将福宝当成宝贝疼爱，一个时刻将孙女放在心上，一个又用实际行动疼爱着宝贝孩子。相信福宝很快度过不到1个月的检疫期，不久后就能回到自家被国内饲养员宠爱了。小乌拉第一次出门就学会了爬木架，莫动你真的是憋了个大的。之前视频里小乌拉还是个社恐公主，别说爬树了，连出门都不肯。每次丁丁费劲把娃叼出来，倔强的小乌拉都会自己偷溜回去。没曾想等到再次见到仔仔，不仅能轻松爬上木架，还会给姨姨们来段平衡木表演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天赋异禀？更搞笑的是，莎姐还淡定地看着姨姨们，仿佛在说我只是懒，并不代表可以质疑我。终于知道小乌拉为什么不肯出门了，原来是因为这些科目太简单，早就自学完成。作为天才宝宝的他直接跳级营业，并且当其他同龄小熊都在喝盆盆奶，缠着妈妈要抱抱时，有着成长任务的喀秋莎已经吃起来胡萝卜，叼着食物的样子和虫洞二馆长玉爱有一拼。看得出小乌拉以后也绝对会是莫动的大姐大，只能说莫动把这届网友们瞒得好惨。众人纷纷表示再也不敢相信莫动的小视频了，除非愿意把24小时监控打开。想当初早在去年春天，如意和丁丁就完成了任务，结果莫动愣是瞒到隔壁爱宝生了双胞胎，才不紧不慢放出两熊喜结连理的消息。当时大家也没抱多大希望，毕竟如意丁丁还都小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谁曾想莫动一声不吭憋了个大招，几个月后直接官宣丁丁怀孕的好消息。正当大家静等丁丁波娃生仔仔时，莫动又直接晒出视频告诉网友小乌拉早已出生，并且中方奶爸一直在莫斯科照顾小家伙。但由于丁丁的母性很强，导致饲养员迟迟偷不出来仔仔，身高体重性别一问一个不吱声，甚至只能靠目测告诉大家小乌拉的近况。网友还调侃莫动奶爸奶妈不好当，没曾想当初小乌拉出生10多天后就被偷出来，结果硬生生瞒到了满月才公布，害我们误以为一向温柔的丁丁变霸道了。只能说莫动是真能放大招，有时候网友看着小乌拉明明是小小一只，尤其在丁丁波娃的对比下，结果莫动下一次更新视频令人大吃一惊，这蓬松圆润的大脑壳像极了大头娃娃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莫动给喀秋莎开了大头特效。还有不少网友夸小家伙长得快，不过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不是小乌拉长得快，而是莫动喜欢憋大招？不知道下次网友们又会看到什么新视频，真害怕哪天小乌拉直接让新闻头条。原因是喀秋莎战斗机回国，下飞机大喊了一句乌拉，盘点4大高颜值熊的童年名场面，哪知才是网友心尖上的小熊。首先申请出战的是阳光开朗大男孩萌兰，小时候的萌萌可爱到爆炸，圆头圆脑的糯米团子谁看了都得迷糊。熊小脑袋大的萌兰和老妈排排做干饭的画风异常好笑，谁能想到堂堂三太子竟然没有脖子？不过小家伙最出圈的还得是捉迷藏，只见萌兰裹进了粉色小被子，使出吃奶的力气熊熊翻滚，露出大脑壳的那一刻还张牙舞爪，像是在说阿乌妈妈出来了。或许是因为萌萌的美貌令熊迷醉，庆大居然主动和好兄弟亲亲，若不是惦记对方嘴角残留下来的奶渍，估计萌兰这小子早就翻脸不认熊了。就连月熊无数的江左梅梅都拜倒在这小子的美貌之下。
很乖呗，小时候颜值好高的。而在比美大赛上，凭一张顶级萌妹脸，在熊猫圈大杀四方发的飞云也是佼佼者。这小妞打小就是个猫中甜妹，可爱的仓鼠脸配上大大的米奇朵朵，宛如一只可爱的洋娃娃。有着微笑唇的飞云，无论干什么都笑眯眯的，别家小熊干饭时毫无偶像包袱。飞云乖巧文静的样子却让人心软软，难怪奶妈都没忍住夹子音叫孩子。靓女飞云，萌妹表面温柔可人，实际是个捣蛋鬼。这天企图越狱的她被奶妈抓了个正着，本以为小家伙要挨训，结果飞云又使出卖萌的秘密武器，奶妈看到后心都化了。你好嘛？喂，咬甩你啲牙，哎呦，又跌低咗，係喎，哎呀，又玩捕捉啊！而花花作为熊猫圈的顶流女明星，从小到大都是神仙颜值，狐狸小脸短胖炸毛的她辨识度极高，凭实力在一众滚滚中脱颖而出。花宝鸡无论干什么都萌翻天，就连和姨们打招呼都是轻拿轻放，好像知道自己是国宝，要时刻保持优雅。这样的花花真的太惹人怜爱。福宝小时候也是个顶级甜美，乌溜溜的大眼睛配上天真烂漫的笑容，简直美到了两脚兽心坎上。怪不得老宋半夜去偷猫，就这高颜值谁能顶得住？那时候的他还不像现在这么顽皮，反而是个整天跟在妈妈屁股后面的妈宝熊，用自己呆萌可爱的小脸俘获妈妈的爱，像极了爱宝身边的小挂件，像个小团子般的福宝。说是世界第一可爱也没人反对，果然比熊猫可爱的只能是熊猫小时候。吕泰熊猫林慧吐血身亡，我们的国宝在国外到底遭遇了什么？4月19日，清迈动物园发布吕泰熊猫林慧去世的消息，立刻引发全网热议。要知道，距离旅美大熊猫乐乐去世不过几月，又一旅居国外的大熊猫客死他乡。而在林慧离世的前一天，就有泰国网友直播发现林慧鼻部出血，颈部也有血块，还伴随着呕吐现象。台阶上的血迹也昭示着林慧失血并非一点半点。这名泰国网友在当时就联系到园方和中动协，得到的回复却是因为天气炎热，大熊猫才会出现流鼻血的现象，且动物园已经联合中方专家会诊。然而会诊不到24小时，网友就得知了林慧突然去世的消息。外交部第一时间回应确认林慧已经死亡。中方对吕泰大熊猫林慧离世感到难过和惋惜。据了解，18日晚林慧突发昏迷，中国大熊猫保护中心获悉后，立即组织专家通过视频连线指导泰方开展抢救工作。十分遗憾，没有能够挽救其生命。这很难不让人怀疑林慧死前到底有没有得到有效的救治。要知道，这并不是第一只在泰国离世的熊猫。2019年和林慧一起被送去泰国的大熊猫创创，就因全身器官缺氧导致死亡。旅居20载2只熊猫为国奉献了一生，却在临近回国前先后死于泰国清迈动物园。这很难不让网友对泰国是否适合饲养熊猫，到底有没有善待我们的国宝产生质疑。好在未来一段时间，将有中方专家联合泰方一起对林慧进行尸检，想必林慧真正的死因很快就能大白于天下。只是今年10月份，林慧的租期就到了，她就可以回到故乡安度晚年。可她偏偏和乐乐一样，没能等到回家的日子。而根据去动物园看过2只熊猫的网友表示，林慧和创创去世前吃的一直是又干又硬的工业竹。他们向园方反映，得到的回复却是由于动物园经费紧张，无法从四川空运竹子，因此只能给2只大熊猫吃工业竹。在此不禁要问，如果租界的国家不能照顾好熊猫，中方为何要同意租界？既然养不起熊猫，租界国又为什么不退回让我们自己照顾？或许现在我们只能静待中泰专家的死因调查结果，希望他们能够给国人一个满意的答复，更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了。小小年纪经历汶川地震，被人救助却惨遭虐待。微笑公主思佳的熊生引人深思。思佳的母亲是大熊猫喜妹，父亲是重庆动物园吴彦祖之称的大熊猫玲玲，与西直门3太子萌兰的妈妈萌萌是同父异母的亲姐妹。因为两熊颜值都非常高，所以在熊猫界素来有男思佳、北二胖的传说。那大美熊思佳有多好看呢？可以说我们思佳完全长着一张国泰民安脸，面如满月，圆中带方，3庭5眼都漂亮到不行，集漂亮与英气于一身，难怪会说长江以北思佳最美。思佳的头型可以说是一个大圆和2个小圆的完美镶嵌，眼圈大小和脸蛋呈现黄金比例，端庄大气又不失温婉可人。天生的微笑唇不笑都有着弯弯的弧度，因此被人称为微笑公主。然而公主的熊生却历经坎坷，08年不到2岁的思佳就经历了汶川特大地震，家园被毁给思佳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。之后辗转被送到云野动物园，因为园方环境伙食差，思佳不幸患上了寄生虫和刻板行为，最严重的时候体内有20多条寄生虫，导致思佳每天都茶不思饭不想。好在爱笑的公主遇到了爱她的干妈阮女士，阮女士收集了充足的证据，证明思佳在云野动物园饱受虐待，将思佳从坏人的手中解救出来后又几经奔走，为思佳选择了可以安稳度日的疗养天堂哈尔滨亚布力动物园。虽然是中国最北最冷的熊猫馆，但那里山清水秀，活动场地极大，思佳还得到了饲养员的百般疼爱，和弟弟佑佑每天都可以吃到空运的家乡竹。
场馆内每天都会播放流水鸟叫的声音，模仿自然环境。动物园会用纯天然染料给思佳定制彩虹吊床，会在每个节日变着法地给思佳准备丰容玩具。每年生日那天，全馆都会放生日快乐歌，并为小公主准备大蛋糕以及主题派对。令人欣慰的是，思佳的过去虽然历经坎坷，但依然笑容灿烂。快17岁的她笑起来依旧像个宝宝。思佳也用她的微笑治愈了来看她的每个人。愿思佳熊生顺遂，永远快乐。希望每只大熊猫都能被善待。西直门三太子萌兰又整活了，召开声势浩大的粉丝见面会，沿着玻璃和粉丝贴好几米，像极了偶像和台下观众握手的样子。不得不说，我们西直门三太子实在太宠粉了，他是懂明星那一套流程的。然而就在前几天，萌兰还表演了空中盖水球一字马，可见有着强烈表演雄格的萌兰，在一声声哇哇的尖叫声中逐渐迷失了自我，立志绝不让游客那5块钱的门票白买。对于萌兰沉迷表演的行为，园方也只能回应到：我们是拒绝动物表演的，但无法控制动物硬要表演。的确，要不是萌兰硬要表演，谁都拿我们三太子无可奈何。毕竟萌兰可是拥有自由上下班权利的大英雄。之前由于去看萌兰的游客太多，园方怕影响萌兰休息，特意铺台新规。虽然我们萌儿是指敬业的小熊，只要营业就积极的和游客互动，但到了饭点，萌兰立刻搓盘催起来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萌兰还是妥妥的宠妹朋友，经常拿自己的竹子投喂隔壁的妹妹，和妹妹聊天时还会坐得板板正正，害羞的咬手，还会给妹妹分享自己的玩具，一会显摆自己的球，一会又给妹妹看自己的轮胎，简直堪称社交汉子。就算是和饲养员也能玩得很开。看着奶爸在旁边给树浇水，就在旁边拼命吸引奶爸的注意力。奶爸拿着水枪滋他就满院子跑，看奶爸追不上他，得意的在院子里翻滚。谁知被奶爸喷水后，他又开心的摇头晃脑，仿佛很享受奶爸给自己冲凉。而自从上次越狱被发现后，萌兰又发明了越狱新方法，不是挖地道就是拿冰块垫脚，怪不得网友调侃，要不然就放他出去看看吧。萌兰看起来在外边真有事，但能让萌兰生气的恐怕也只有园区内的乌鸦。仗着我们萌兰是只有爱心的小熊，乌鸦总跑到萌儿的背后薅毛，越薅越得寸进尺，气得萌兰追着他跑。可惜三太子整活能力再强，也没有翅膀不会飞，最后乌鸦没追到自己，还摔了好几跤。乌鸦看着萌兰捉不到他，一直围着萌儿挑衅，气得萌兰只能咬轮胎发泄。只能说这乌鸦实在太不懂事，亏得我们三太子平日里还把自己的窝窝头让给他，现在他居然恩将仇报。但谁让我们萌兰就是那个阳光开朗的大男孩。